嗨，欢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巧手们，这一周还好吗？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吐司。来自日本的生吐司特色呢是用料讲究，比一般吐司松软湿润。生不是没熟，是希望呈现一到嘴边就融化的口感。特别去买20公斤的高筋面粉。因为吐司呢追求延展性好，特别适合蛋白质高的面粉。这一款的含量是 13%， 是我可以买到最高的。网络上有很多食谱，为了找出最好吃的生吐司，我想说呢，把好几种的做法先做一遍，找出最接近的大方向之后再来微调。左边是隔叶中种，右边是异种，最后呢我还有做汤种。在完全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最适合的情况下，测试开始。这个呢是中种，接下来呢做异种 Polish， 又称波兰种。中间过程省略，直接看出炉。有纹路的是中种，那光滑的这个呢是异种，请忽略它有点出角，第一次操作没抓准。还有隔夜汤种，汤种的发酵呢特别慢，试吃时间试吃后，老实说，中种跟汤种做法吃起来跟一般的吐司口感差不多。加上呢，我有参考了生吐司它的店家影片，面团的含水量看起来真的很高，所以我觉得跟它最接近的呢做法是波兰种。决定以波兰种为基底之后，接下来这一周我继续调整配方，这边呢跟你分享我最喜欢的版本。一开始做波兰种，只需要一点点的酵母，我是用微量称，没有的话呢可以稍微目测一下。高筋面粉、酵母、常温水混合均匀，在室温发酵3到4个小时，或者前一晚做好，室温发酵大概2个小时之后，冷藏发酵8到12个小时。这个呢是我前一晚做好的波兰种，体积会长大3到4倍，表面充满气泡，闻起来不会太酸，就有发酵的风味。今天我们一次要打3条吐司，高筋面粉、砂糖、盐、酵母，还有全部的波兰种。牛奶，还有生吐司的特色下重本，加入鲜奶油 35% 的乳脂肪，炼乳，还有水。这里使用的是今年新上市的3期搅拌机，它有定时的功能，设定低速3分钟，之后呢转中速6分钟。定时的好处是时间到了它会自动停止，中途可以离开，放心做其他事情，像我在旁边烫衣服。有初步薄膜之后，加入软化的奶油，一样也是低速3分钟，让奶油充分混合之后，转中速大概5到6分钟，面团就会完成了。这一台的搅拌钩跟钢盆很贴，加上呢是直流马达，打面团很有效率。加入波兰种的面团看起来好水嫩。做个薄膜测试，很轻易的可以拉出所谓的手套膜，长蹼了。面团的手感真的很好。滚圆后准备一次发酵。今天要介绍如何把烤箱改造成发酵箱。我用的是3期55公升微电脑上下火控温烤箱。在烤箱最下层放烤盘，准备一个水盘，
避免面团直接跟烤盘接触会过热，所以呢多放一层层架。加入湿毛巾，增加湿度，只开下火35度，上火不要开，怕表面太干会结皮。那我有一台专门的发酵箱，但是这样的设置呢，发酵效果非常好，几乎没有差别。一发约1个小时。面团稍微排气。分割180克一个。今天这个分量呢，可以做9个。因为面团的含水量很高，所以整形的时候呢，会需要一点手粉。为了做出细致的吐司组织，会需要擀卷2次，这个是第一次。把面团呢擀成长方形，再卷起。静置松弛20分钟。等待期间，把模具抹油。这次呢，刚好会用到平模，还有纹路的波浪模2种。盖子呢也上个油。松弛后来做2次擀卷，把面团呢擀成长一点的长条状，边边呢有大泡泡可以拍掉，底部稍微压平，由上往下将面团卷起。收口处捏好。封口朝下，放进12两的吐司模。做2次发酵，一样的设置，不过呢，湿毛巾这时候可以盖在模具上，但是要注意呢，不要碰到面团哦，因为这个面团呢，含水量比较高，那毛巾如果湿的话，它会粘住。下火开35度，然后发酵1个小时，发到7分满的时候就可以取出了。烤箱先预热，它有5层高度，把烤盘呢放在第5层。吐司的话呢，它的烤的方式是上火低，下火高。提早一点拿出来，因为烤箱预热要一点时间。然后希望的发酵高度呢，大概是2指宽。你看还有点距离。可是我2指已经到了我的手指比较短，我的意思就是发8分满。好，等待时间呢，用湿布盖着。预热呢，大概要15分钟。这时候呢，吐司发的高度也差不多了。最后一模还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不用急，可以晚点进炉。进炉后，以上火170度，下火210度，烤27分钟。第3模这时候也可以进去了。烤箱的空间够，所以吐司模彼此都要有空隙哦，导热才会均匀。
出炉。吐司出炉呢，记得敲一下，把那个水汽震出来。然后刚出炉的时候呢，生吐司又特别软，所以大家在翻动的时候要很轻柔。耶！不管是哪一种模，这一次的高度呢都刚刚好，没有出角，然后都有烤出漂亮的金边。你们看看这个牵丝的组织。最经典呢是抹奶油来吃，喜欢变化口味可以参考我之前10种厚片吐司抹酱的影片，5种甜的，5种咸的，天天不重复。那因为生吐司很软，所以用电动面包刀呢可以切得比较利落一点。生吐司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皮非常薄，几乎吃不出来有皮的感觉，然后内部组织非常非常的松软，它的味道呢有让我惊艳哦，带有一个很浓郁的鲜奶油风味，然后真的有入口即化的感觉，柔软的口感呢放到第5天都还是很好。好的，以上呢是我实验过各种生吐司做法之后呢，我最喜欢的版本，推荐给大家。记得按赞加留言是对我最好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跟他说拜拜，拜拜，拜个一下，拜拜。